观察人生的另一个面向，七星诀，找到自己的七星点，掌握自己的人生方向。我们知道紫微斗数是一门易学难精的学问，这代表了在一套同样的紫微斗数之中，还隐含了许多不同的看法。虽然南北两派之间的排盘方式很类似，但解读方向却完全的不同。既然我们想要透过紫微斗数来了解自己的人生，就可以透过紫微斗数的复杂多元，从不同的点切入，从中看到许多不同的面向。紫微斗数的内涵与细节就好像一个不断折射的万花筒，也像是密宗里面的坛城，或叫做曼陀罗。不同的切割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折射角度，好像万花筒一样的美丽。而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地星紫微，最早的紫微斗数与天上的星辰有关，尤其是北极星，后来才慢慢的脱离实际的星体系统。古人们善于观察周遭的事物，再把哲学思维带入其中。我们从古代的中国画与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画的比较之中，就可以找到脉络。针对北极星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的名称，有时候叫做北辰，有时候叫做地星。而这一颗星辰，古人发现每颗星辰都要绕着这一颗星辰旋转，所以这颗星应该就是星辰中的皇帝。是的，紫微星就代表了地星，但由于这颗星辰的亮度不够明显，所以在天空中则要找到北极星很不容易，此时就要借用另一个参考物来找到北极星。北斗七星，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在黑暗的天空中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群排列成一个斗勺状的星辰，在黑夜中显得奇亮无比。而这几颗星也有自己的名字，分别是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以现代的星座来说，这几颗星是位在大熊座的尾部。我们熟知的北斗七星在古人的心目中是非常伟大的存在，除了道教的各种仪式都喜欢拿来用之外，古代的军事行动也会布起七星阵，对于航海的人更是重要。北斗七星既可以用来观测天象，知道现在的季节，也可以用来看地理风水。既然透过北斗七星就能找到紫微星，那么北极星与北斗七星的关系应该就像是皇帝坐在马车上一样，随着一年四季绕来绕去。再回到斗数来说，这次我们就是一样要用北斗七星来看算命这件事，而这一招就叫做七星诀。七星诀是北派青天无极门李子阳前辈那一派的独门诀窍，若非是门人，则外人很难得知其奥妙。Sam 老师仅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大致来分享给大家有关的部分，若有更清楚了解的朋友，也可以在群组里面留言和分享。使用七星诀的方法，透过找到七星点的技巧来找到自己的人生定点，在命理的逻辑上就称之为七星诀论命法。七星点对来因宫，七星点的根源是来自于北斗七星，其逻辑的思维就像是从北斗七星找到紫微星一样，故七星点也像是透过一组的生命资料找到你的人生重点。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有点耳熟？同学们看起来一定会猜想，这个跟来因宫一样是吧？其实不然，虽然来因宫也是北派的学问，但其理则是完全的不同。来因宫与出生年的天干有关，是从一张静态的命盘中找到一股动态力量的进入点，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成基本命盘本身就是静态的，也称之为先天盘。但由于出生年四化能量的影响，
让气进入了命盘之后，才让整张命盘活了起来。这概念也就是前世转今生的入口这样的说法了。而七星点是指从生辰年月日的能量聚焦在某一个宫位，而那个宫位就是这一生的重心所在。找到了七星点之后，除了可以知道自己的人生重心，也可以透过这个技巧来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运用七星点的技巧来合婚，当然也很适合。找出七星点，怎么找七星点？一开始先写下自己出生的月、日、时3个时间点，再依序找到时定点，也称之为终极七星点。其中的月定点就称之为天，而时定点就称之为人。而代表日定点的位置，则是代表天人合一的感应。举个例子，这个画面里面的命盘是农历4月5日未时生的人，不论男女皆可以用这个方法。我们先找到4月的月定点在哪里，从命宫也就是寅位开始逆时针算起，数到4就落在了亥位。而日定点则是以月定点为第一宫，再顺时针走到了5，就落在了卯位，故时定点就在卯位。最终的时定点再用逆时针的方式继续从子开始数到了未，可以得知时定点就落在了申宫，而申宫是我的哪一个宫位，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部分。而时定点也称之为终极的七星点。以下我们就针对终极七星点在命盘的哪一个宫位来讨论一下我们这一生的重心所在。命宫，若七星点落在本命宫时，表示命主自己可以决定其生命的过程之好坏，福祸就由自己负责。人生中常以自己的意见为主，凡事从自己的角度思考，崇尚本位主义，比较不会为人着想。兄弟宫，若在兄弟宫，主一生中不论是日常生活或是工作创业的种种问题，所发生的吉凶与兄弟、朋友或母亲息息相关。夫妻宫，若在夫妻宫，人生的重心会摆在夫妻身上，重视与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比较好女色。子女宫，在子女宫时为人比较早熟，其一生中日常生活所发生的种种，皆与自己的才华、投资、交际应酬、桃花有关，也需要注意不要过度感情泛滥。财帛宫，若在财帛宫，此命重视钱财，对金钱敏感，表示命主一生中金钱进财方式对其影响很大，财力心比较重，常为金钱而辛苦，为金钱而忙碌。钱财决定其生活的价值跟日常的感受，或说追求有钱还要再更有钱，常常为了投资周转而耗费心思。一生以追求金钱为优先，注重物质生活，喜欢金钱带来的物质享受，而且将这些视为生活的意义。疾厄宫，若在疾厄宫时，表示命主一生都与脾气或者是所持的心态跟健康的问题有关。迁移宫，若在迁移宫，表一生中在外的活动机会很高，外界评价对这个人一生的影响也都很大。奴仆宫，在奴仆宫时，代表一生中与工作的上司、同事关系很密切，若是自己做生意的人，则是顾客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官禄宫，若在官禄宫，重视事业与工作，代表命主一生中所发生的吉凶都与自身的事业、工作息息相关。
田宅宫。田宅宫的人重视家庭、家族之间的利益为主，而比较容易忽略自身的利益。即是七星点落在了田宅宫，而田宅宫也代表命主一生吉凶的重点所在。福德宫落在福德宫，代表自己的一生中所发生的吉凶与自己的潜意识、念头、想法、业力、福报等等有关。父母宫若在父母宫时，命主一生之中所发生有关吉凶之事，必与父母、上司、同财、公务上等等有关。而父母为奴仆的财帛宫，所以才可以讨论到众生的金钱，例如投资、股票、彩券等等都有相关。今天我们很简单的分享有关七星诀的部分，就先谈到这里。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也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之后我们还会做其他有关七星诀的部分再跟大家分享。学习紫微斗数必须要从利益的角度切入，才可以理解其差异，这样的学习也比较容易有次第。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